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理概念，叫做赞米亚地区，意思就是说，在前现代社会，有一些区域被成片的山川切割成了小碎块，地形崎岖，交通极度不便，于是与之相邻的低地大陆文明就难以控制这些褶皱地带，形成了无数小隔间般的自治空间，接纳了比大陆文明更多样化的语言、文化和族群。在现代社会，恐怕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赞米亚地区，但是在都市里总能找到一些片区，或被山林和高速公路阻隔，或因远离地铁线形成了类似赞米亚这样的区块。它们和城市核心区的发展节奏不太一样，在千篇一律的街区里反而保留了自己的魅力。天河区龙眼洞村就有点这种味道，它所在的这一大块地方都被群山环绕，虽然有几条宽大公路和外界连通，但是在东西北这三个方向都要穿越隧道才行。比较宜人的交通线全都集中在南边，越往北越赞米亚，比如鱼沙坦这样的地方，越往南和广州的交互就越深，比如作为地区门户的龙眼洞。龙眼洞被好几所大学和群山环绕，有封闭而自成体系的一面，又跟天河客运站、沙河连通，有睡城和消费区的一面。闲逛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从没在市中心城中村里面见过的景象，在街巷里边遇见的万物都能给人惊喜。如果喜欢土猛的繁荣，那就赶快来逛一逛吧，龙眼洞遥遥领先。那奶茶路，整个这一排商铺全都是奶茶店。现在早上10:40左右，档口已经开始做准备了。最拐角还有新店要开业，也有一些旧店准备撤退了，竞争非常激烈，但远远没有到尽头。这条路如果往左边拐，依然有很多奶茶店。在奶茶宇宙的龙眼洞服务器里，就连蜜雪冰城也能匹配到竞争对手。开了多久了？开了有几年了吧？没想到已经开了好几年呢。好，谢谢，拜拜。奶茶路在龙眼洞步行街，最近这块正在修路，商铺还是很红火，全都没有停业。晚上6点以后就比较热闹一些，现在还稍微有点冷清，咱们先到村里面逛一逛，晚上再回来看步行街。恢宏的龙眼洞牌坊，从天空上看，村子是橄榄形。咱们现在在橄榄的最南边，村子内部有2条很重要的路，有一条是中间的纵向道路，贯穿南北，还有一个是环形的道路，把村子给分成了橄榄核和橄榄肉。前面就是环形路的入口，左边是出口。一会儿咱们绕一大圈，再从那边逛回来。旁边就是正在做路面改造的步行街。这个铜牛非常有来头，它其实是一个神，是龙眼洞的精神象征。比较有趣的是，村子中心还有一座遗址，那遗址和这个铜牛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它们背后的故事却有着相似的精神内核。等逛到那里，咱们再讲讲其中的细节。龙眼洞大环线全程2公里左右，是一条很舒适的城中村徒步路线，很宽很直，走得了公交，停得下电动车，绝大多数时间都能保持井然有序，在广州城中村里面算非常高的水准。可以对比一下2003年这条路的老照片，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拍的，当时还很空旷，仿佛和旁边的环境不太匹配。现在再看，那时候的规划还是很有远见的。除了人变多，商业变得繁荣，老照片还在诉说着另一项变化，那就是村子里的房子变高了。2003年只有4、5层的村屋，到2025年已经变成了7、8层高的握手楼，而且很多房子都留下了分期施工的痕迹，从4层或者5层开始就分成了上下2节。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城中村都出现过。哪条村预料到附近的房子不够用，
就会循序渐进地加盖楼层。龙眼洞发展最快的阶段，大概就是村屋变高的阶段。早在开通地铁站以前，就有公交线连通了沙河市场和天河客运站。拥有赞米亚特色的龙眼洞是一块房租洼地，想必很早就开始接纳从市区里面溢出来的打工人。那时候龙眼洞的产业和现在也有很多不同。大塘村服装行业的老板老刘就提到过，说龙洞有规模性的服装产业。不过我这一趟没有在巷子里面发现线索，只在科木朗和更北的地方见到了零零散散的制衣作坊。或许龙眼洞曾经真的拥有过制衣工厂，不过这些故事早都溶解在了街巷里，没有留下一丁点痕迹。只有千奇百怪的村屋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它们就像一层沉积岩，是城市发展的活化石。公寓楼下遍布着餐饮店，从村口牌坊一路延伸，门店密度堪比香港油尖旺。在这些小餐厅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有趣的现象。龙眼洞聚集了特别多的潮汕餐厅，尤其是猪脚饭。在其他村创业，撑起红底白字的龙江猪脚饭招牌，把橱窗收拾得锃亮，就足以独孤求败。但是在龙眼洞，这只能算躺平式经营。龙眼洞的猪脚饭，千万不能只叫龙江，你得有别的冠名，得用上炭火，得像狼群一样抱团嚎叫，得加上落地窗，才能把朴实无华的15元猪脚饭吃出吃出打工人的浪漫。龙眼洞的猪脚饭估计不下20家，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你还能见到其他的地方特色小餐厅，随时随地都能听到食客和老板用潮汕话、客家话或者疑似带口音的白话大声密谋，多加香菜。好，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啊。这家店的老板是个微操大师，他已经这样忙活了1个多小时，每根手指头都拥有了自由意志，大脑还没反应过来，手指头就主动把活给干完了。看他做饭，实在是一种享受。挺好吃的，食材新鲜，属于平凡美好的平价小店。吃得开心，谜团也随之而来。龙眼洞为什么有这么多潮汕餐厅呢？这背后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长期以来，龙眼洞是封闭的田园牧歌之地，颇有些自给自足的味道。古代的潮汕人如果去广州，大概率会走水路或者南边的陆路。到了1930年代，事情出现转机，连接汕头和广州的广汕公路修通了。在随后的几十年，这条路是粤东地区唯一的公路。修通以后，村里的农作物就可以用汽车运到广州，村民们干脆种一些更值钱的果蔬来提升收入。龙眼洞也出现了零工市场，其他村的人纷纷跑过来当雇工。从此以后，龙眼洞不再那么封闭，在广汕公路通行过的潮汕人也渐渐地对龙眼洞耳濡目染。到了1990年代，民国时期的道路早已被进一步的拓宽，而公路的终点天河客运站和沙河也迎来繁忙。那么顺理成章，附近的龙眼洞出现了潮汕餐厅。这颗种子
其实早在1920几年的民国时期就种下了，也算是一种朝花夕拾。现在的龙眼洞10步以内必有餐厅，只在北部这一小块区域几乎全是住宅，一走到这里就变得特别安静。如果不是公寓的样子有些古怪，这里的气氛可以说非常像住宅小区了。怎么样，龙眼洞的租房条件还不错吧？能晒到阳光的公寓特别多，轻轻松松就能找到带阳台的房子。有些房东甚至舍不得安装防盗网，这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能做出这种决定。要知道，在千禧年，城中村的治安非常差，但凡有过这些经历，安装防盗网就会成为一种肌肉记忆。不知不觉逛到了龙眼洞大环线的西半侧，前面出现了一栋很有个性的公寓，窗户框和壁龛延伸到了街道外的空间，这个设计非常有意思。如果搞一个城中村野生设计大赏，这栋公寓应该是能获得提名的。公寓旁边的马路像一条分界线，北边就是咱们刚才看到的住宅区，相对安静一些。按计划，咱们沿着大环线继续往南走，那就又开始热闹了。两边全都是餐厅。那终于等到了，老上海馄饨和老广东猪脚饭同框。卖蔬菜的小店也渐渐多了起来，充满生活气息。我感觉龙眼洞不仅南北方向有差异，东西两侧好像也有一些差异。在西边，也就是这边的路就窄一些，创业投资性的快餐店也没那么多。这些只是走大环线的一些体感，不太精确，而且只用来描述大路边的情况。那至于小巷子里的握手楼，我感觉在各个地方没什么区别。带大家穿越2条巷子来感受一下。各个大路之间全都是小巷子，现在正在穿一条比较短的巷子，大概50米长。有些做餐饮的走轨档会租在1楼，在房间里面加工食物。这里钻出来就是村子最中间的那条路。现在继续穿越第2段小巷子，这条就长一些，大概150米。从头顶的垂直方向，看似有阳光能照进来，但是至少得住在3楼、4楼，房间里才有自然采光。右边这栋楼可能是90年代盖的，外墙非常朴素。这里好像是有人在收集纸壳子卖钱。这个招牌应该是本地人的告示，禁止乱扔垃圾。看来多多少少管点用啊。地上只有2个垃圾袋，打击了垃圾佬的嚣张气焰。继续往前走，发现地面还是挺干净的。有环卫工人住在这儿，好像很多环卫工人都选择住在城中村小巷的1楼。我在其他村也见到过。城中村的巷子基本都是这么宽，一个人轻轻松松通行，2个人并排走就有点勉强。继续再往前就走出去了，可以回到刚才的大环线。路边有一座老房子，
已经被收录为文物建筑，它叫做有余书室，是宗族自己办的民间学校，给房族内的小孩上学用。抛开世俗功能，有余书室也是一座祠堂，神主叫做仪台公，是龙眼洞樊氏宗族的13世祖，或者说是樊氏进入广州定居后的第13代人。就在隔壁还有个西庚家塾，同样是书塾和祠堂的混合体，神主是西庚公，樊氏12世祖，和有余书室的神主是叔叔和侄子的关系。可能樊氏宗族比较重视教育，所以就搞了很多书塾。这里强调一下，房族内的小孩在这种书塾上学一般是免费的，因为先祖会专门留一部分农田用来出租，那获得的租金就作为族里面的公共资产，专门给老师发工资用，这样学生就不用额外交学费了。所以在很近的距离就可能出现很多小型书塾，因为它是房族内部使用的。那如果想搞一个大一点的学校，实现全族免费上学，那就得靠乡绅们的团结和富足了。这需要跨房族整合资源，或者富足的房族向全族分享资源。那这样的事情在龙眼洞真就发生过。1919年，乡绅们以至德堂，也就是一洞樊公祠的名义，建立了至德学校。至德学校是龙眼洞当时所属的番禺县最早的4所国民小学之一，它免费向全族开放，也向族外招生，多么非凡的成就！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龙洞小学，继续哺育村里的孩子们。我们现在整理一下祠堂和学校的关系。至德学校的办校方是一洞樊公祠，祠堂神主一洞公是11世祖，西庚公的父亲有余，或者说仪台公的爷爷。3座祠堂属于一个大的房族，产生了3所不同层级的学校。那再来看看建祠年代，西庚祠建于1824年，有余书室，始建年代不详。代表更高级别先祖的一洞公祠修建于1894年，那反而比西公祠晚了70年。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先有了路边的2座书塾，房族内该上学的小孩其实已经有学上了，但是绅士们还想追求更高的美德，造福其他房族，于是他们就牵头出资，担任项目经理，以祖先神的名义为全族乃至社会办了一所学校。在近现代，这种案例特别多，宗族崇尚利他主义，有一些乡绅非常愿意出钱出地去建医院、办学校。经过后世的演变，现在的广州人仍然在和这些医院和学校打着交道。至德堂的画面拍摄的比较暗，因为是我后来补拍的。走大环线徒步的时候，我恰好遇到了一些小概率事件。消防车直接停在了一洞公祠的门口，路被封了。可能是有什么地方着火了，但是我当时没看见冒烟，也没有闻到着火的气味，估计不严重。从小巷绕出来，咱们继续环线徒步，还剩下最后的300米路程。这也是龙眼洞最精华的路段——紫光大峡谷。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3米宽，头顶是6层高的握手楼，路2侧全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沉淀下来的人文景观，各种各样的生鲜摊位，有卖水果的，有卖水产的，有卖牛肉丸的，还有很多潮汕的牛肉摊位，也再次从侧面说明龙眼洞有很多潮汕人。
这条街市从下午到傍晚一直都特别热闹。如果能从天上俯瞰，估计更有意思。肉铺摊位让整个峡谷铺满紫光，一片祥瑞之气，让人忍不住去淘点宝贝。食品一盒，新的新买产品15元2个，多品搭配，实惠美味，好吃的生活。我们那里就是新鲜，吃的就是健康，快快来抢购吧！从峡谷出来就是龙眼洞步行街，据说是中国第一条由村民集资修建的步行街，到现在都非常有名气。现在是下午5点左右，再过1个小时应该会更热闹。村子中间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路，咱们走那条路去逛一个重要的景点，完事儿再搞点吃的，结束今天的行程。哎。天天卖好多很了。樊氏大宗祠，龙眼洞樊氏宗族的正祠，神主估计是入月始祖，最高级别的祖先神。祠堂旁边排起了很长的队列，我找了一个年轻人打听了一下，大家是要买那个幸福麻糍，一个很小的摊位，但是超多人排队，非常了不起。到了啊，龙眼洞抗清遗址公园，围墙里面有一座樊氏的祠堂。咱们一路看到的所有祠堂都属于樊氏，其他姓氏的原住民极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想要搞清楚这个事情，那还得从古代说起。龙眼洞的历史非常久远，唐代就有文字记录提到过，说这个地方有村落和神庙，神庙的故事后面会提到。咱们先说樊氏定居到龙眼洞，大约发生在1000年前的宋代，那时候的入约先祖先在广州城里的豪贤街谋生，到了第4代人，有一位族孙和龙眼洞的潘氏组建家庭，从此就定居到了龙眼洞。那时候的龙眼洞有潘、曹、甘、麦、薛5个姓氏，再到后来还有谭氏、李氏迁入，而樊氏也渐渐成为了龙眼洞的强盛宗族。按照故事的发展，现在的龙眼洞应该是一个多姓村，但是到了1650年就发生了转折。那一年清军入粤，尚可喜派使者到龙眼洞等村落去购粮，结果所有村子都不怎么积极，于是有一支清军在3月初1开始攻打龙眼洞。那时候的龙眼洞有一圈城墙，城墙外面还有勒竹和池塘，只能通过4个城门进入村子，非常的坚固。到了第9天，清军攻破南门，入城屠村，这大概是提前计划好的，他们想用这种方式立威。龙眼洞一下子就变成了人间地狱，和职业军人打巷战，村民难以招架。但是灭村的计划并没有得逞，
因为有一个叫甘达的人站了出来，他把慌乱的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并且按照性别、年龄和战斗力差异分成几支队伍，率领大家从兵力比较薄弱的北门突围，最终有100多人突破了包围，成为了幸存者。其他据说大约1万人全部遇难。甘达本人在突围行动中负责断后，力战而亡。从此以后，樊氏就几乎成为了龙眼洞的单一姓氏，其他宗族或因屠村消亡，或在灾难后选择离开了这块伤心地。这个遗址就是当年和清军对抗时候的指挥部，而甘达被村民拜为甘相公，成为了龙眼洞特有的功德神。大家还为他雕刻了一尊木像，一直到1950几年，龙眼洞的一些民俗活动仍然和甘相公有关。村口那尊铜牛的传说和甘相公的故事有着相似的内核。据说有一天呢，村里的牧童不见牛群下山，就到山窝里去找，结果目睹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在山林中，一只恶虎与牛群对峙，小牛被成年牛保护在身后，身为头领的牛姑突然和老虎打成了一团。混乱中，老虎被牛角抵在了一处崖壁，浑身使不上劲儿，最终窒息而亡。而牛姑也因伤势过重而亡，其他牛全部幸存。村民都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经过乡绅们商议，大家妥当安置了老虎和牛姑。村民们剥下了虎皮，把它献给石门古庙的北帝，作为神像的坐垫。石门古庙就是前面说到的在唐代就已经存在的神庙，它原本叫做宝丰堂，在万历年间重修，改为石门古庙。石门古庙当时是解决跨宗族、跨村事务的圣地，意思是在北帝这位主张正义的自然神面前，大家要用公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石门古庙在2战时期被日军拆除，仅剩了一些遗迹，后来修高速公路，遗迹又被埋在了石门塘隧道底下，就彻底没有痕迹了。黄牛姑受到了更崇高的敬意，村民垒土为冢，安葬牛姑，敬她为牛佛。大家约定，每年农历4月初8就是牛佛诞，这一天要祭祀牛佛。龙眼洞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勇气与正义的赞许，这项习俗一直延续到非常晚近的年代。这就是龙眼洞抗清遗址和铜牛背后的村落传说，悲壮而充满力量。搞点轻松的吧，咱们再去步行街逛一逛。现在的龙眼洞更热闹了，而且一边热闹一边修路，自带一种动次打次的青春律动。旁边就是奶茶街，咱们2年以后再来拍一段视频，看看最后哪一家店成为了冠军。这就是那个幸福麻糍，1个多小时了，现在还有人排队。我本来想着人少的话就尝一尝是什么味道，结果还是有很多人。咱们还是先吃饭吧。当时是傍晚6点左右，我原本想在这条街找一家猪脚饭，结果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闻到了一股炭火烧烤脂肪的味道，
这种气味，任何饿肚子的人都难以把持。于是晚饭就在这儿解决了。不用多说什么，给大家看看价格吧，比市区里面写字楼底下的那种烤串强太多了，可能只能在大学附近才能找到这种性价比。40块就吃得非常开心了。如果住在附近，我愿意每周来吃一次。有道是少不入龙眼洞，老不离炭烤肉，果然名不虚传。肉足饭饱，也是时候离开了。很多大学生在龙眼洞上过学，许多打工人在龙眼洞租过房，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会不会怀念这里？古代的时候，有一支宗族同样把龙眼洞作为了中转站，他们从现在的广州黄埔区经龙眼洞去到了白云区的一块风水宝地开基建村，这条村叫做望岗村，嘉禾望岗就是以这条村命名的。几百年前的事情和现在没有什么逻辑联系，但有时候会相互押韵。视频最后，愿所有曾经在龙眼洞居住过的人都能获得同流祝福，愿他们拥有勇气，能用正义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